去年5月，对这个高压培育的罗汉松进行了枝干移位处理，已经形成了愈合，现在正在整抽中。罗汉松的韧性和愈合能力都比较好，进行枝干移位，只要将皮层对齐，用胶带包扎好，愈合会很快形成。但要使这些凹陷的部分整抽，还是需要一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拆除胶带。高压培育是获取小型盆景桩材最快捷的办法。选择一段有造型骨架的枝干进行高压培育，只要几年时间就可以基本成景。在选择造型的同时，也要选择品种。像罗汉松，选择这种出枝密集、叶小的品种。高压培育除了快捷，最大的好处是培育出理想的8米粗根，根盘和叶形好，成型后的表现会更加突出。这个桩再养2年，把根养出。这盆罗汉松是今年4月采下来的高压桩，根系已经恢复正常生长。高压培育的桩材在断掉主干之后，会终止大部分供氧，这个时候的根系吸收能力比较弱，因此要进行过多养护，要像种养下山桩一样。高压桩材裁剪的时间最好选择在3至5月份。栽种的时候不要弄上土团。像罗汉松，栽种时不要用盆太深，以免造成积水。用透气性好、微酸性的沙子土种，或者其他颗粒土。用颗粒土最好是掺入泥炭土，把它放在潮湿背阳的地方养。罗汉松在盆景树种中是为数不多带根瘤菌的树种，土质和重要的环境对它的成活和生长至关重要。高压桩材的过多养护，重点是剪掉大部分枝叶，减少增花量，这是成活的关键。把枝干先露出来，依据枝干的分布状态，大致确定一个基本的造型，以行为目标去修剪。在枝干的取舍上，看上去感觉复杂的桩材也会变得清晰明了。这个桩在高压培育的时候就确定为斜杠式造型，主干朝这个方向，把这些粗枝剪短。小盆景在造型中的特点是粗枝紧凑，剪短枝条可以逼出茎身枝，达到枝条肥缩的目的。在修剪中，对枝干的取舍很难一气呵成，修剪的过程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。先把枝干剪短，多一点思考时间，也给这个桩材的取舍多留一点余地。这个桩材的主干朝向是这个方向，这个为飘枝，其他枝的方向要与飘枝基本形成一致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朝左的竖式。像这个相背的枝就是多余的。与竖式方向相反的枝要把它剪短，或者是把它剪掉，形成一个增让关系，加强竖式的动感形成。这个飘枝有点上扬，把主干抬起来，改变整体的倾斜角度，这样所有的粗枝也形成了高低错落。对粗枝的角度做一个调整，强调竖式的方向。调整后，整个粗枝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流向。粗枝的方向与主干倾斜的方向相反，这样就是整体达到平衡，而又不失去动感。罗汉松生长快，培育的过程要适当的控养。对已经基本成型的桩材要少施肥，尤其是在罗汉松生长的旺季，能维持它的正常生长就行。肥大水大，叶就会大，像这种小盆景的罗汉松就会降低它的观赏性。我是山泉浓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